奴婢这就去筹钱，只一样，求壮士千万别声张。眼前小姐正在疫情，若被人发现和外男共处一室，小姐一辈子就毁了。那就要看你们钱多久能筹来。小姐怎么还没出来？夫人都等不及了。那怎么回事啊？你放心，我只求财，不害命，更不能损坏你名节。赵公子行走江湖，追随者众多，自然是言出必行的。追随着。九小姐妙笔生花，以骗得3个字，害得我众叛亲离。男婚女嫁本是一桩美事，是你们富家小攀附权贵，将你的婚事当作筹码，将我视作良机，这件事与我有何干系？你入府行骗，也并不无辜。那把我赶尽杀绝来，你就能逃脱紫云吗？寻仇都寻错了人，从头到尾害你的人不是我，你没胆量去你祖母那儿说，就对着我下狠手，这样子做事，算不算是欺软怕硬？小姐还没好呢，诗会都已经开始好久了。是啊，九小姐还没出来。九小姐没事吧？得罪了。九小姐，小姐，九小姐，你是酸蠢，我不会懂你。小姐，九小姐，小姐，开门的小姐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方才梦魇了。九小姐太不懂事了，让于夫人等这么久，人都不耐烦了。成何体统？太不像腔，太不懂礼数。九小姐到，来了。听云来迟了，还望各位夫人见谅。听闻这2日于夫人夜难成寐，猜想是上火了。我在书中读到，朝露未蒸发殆尽时摘下的莲蓬，去火药效最好，便去摘了一些，给您煮粥。夫人可千万不要怪我，听云贪玩，踩莲蓬弄脏了衣裳，特意回去换了一身，这才来迟的。来，这些让旁人做便是了，何必自己去？要是不小心划破了手，我会心疼的。
九爷，人呢？把人惹恼了，他跟我玩命。钱呢？哎，再想想别的办法吧。走吧。傅九小姐虽好，却并非我意中之人。我与她的婚事，还望母亲三思。我不管你的意中人是谁，我的意中人就是这位九小姐。我是为了余家，也是为了你。你以为家中的女人就是管家算算账，就算是得力了？若没有我在官场上交集，哪有你父亲如此平坦的仕途？如今他前途一片光明，我无非是希望你能够同他一样。敢问母亲，若让您在我与父亲的仕途当中选一个，您会选谁？你什么意思？父亲意在入阁，有宰辅之职，可父子不同朝。若父亲身居高位，为了避嫌，一定会将我外放，终身才智不得施展。母亲，您总说我是因为生在余家才有的今天，可儿子刻苦多年才发现，我再怎么努力也没用，只因我生在余家。所以我才要你一定要考上状元。自古就没有状元外派的先例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也一定要你位极人臣，青史留名。可是我考不上这个状元呢？你若考不上这个状元，就让你儿子继续考。你操控我还不够，还想操控我的儿子？像傅太夫人那般，为了孙子、孙女的婚事前程，蝇营狗苟，甚至买座活牌坊放在家中。母亲，像这样的人家，当真要与他结亲吗？为了家族荣耀，奔波疲累，我为何看不上啊？但凡他有个顶用的儿子，也不用如此折腾。男子不顶用，让女子顶门户，真是何其可笑！旁的事情我都可以听您的，但此事关乎我的一生幸福，我必要找一个知心人。既然我已经是余家的当家主母，你的婚姻大事，全由我来做主。即便是你今日恨我，我也不能随了你的愿。我若娶了傅家九小姐，往后这家里不就有2个她了吗？往后余家做主的到底是我，还是她？你就是左俊杰。听说你姐姐被关起来了，也受了些扭打，兴许我可以帮到你姐弟2人。小姐，大事不好了！那姓左的竟判我小姐清誉。大少奶奶不是还在祠堂罚跪吗？是另一个左俊杰。哟，傅九小姐来了。表妹，你来了。你的家人都不信你已经跟我私定终身了，但你自己是内心明了的吧？
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？表妹你，这是表妹给我的定情信物。你胡说！祖母，我没有。表妹，这可是你喜欢的花色、样式、惯用的女工手法，你怎么穿上衣服就不认人了呢？反正现在满城的人都知道了，你抵赖也无用。我家小姐从未跟你私下见过。余家的公子根本就看不上你，可我对你是一见倾心，而且我们本就是青梅竹马，天造地设。是啊是啊，这多好的亲事啊！太夫人，我不管表妹是否跟余家的公子已经议了亲，但只要他肯应了这门亲事，往前的种种我都不计较。闭嘴！谁让你在这满口妄语？婆母，赶紧打出去，别让他在这脏人耳朵。来人，拉出去！哎，不是，表妹，等等，把东西留下。那就留下吧，反正这东西我又不值一件。现在全华营都知道了，这事儿要是没个说法，垮掉的可不止九小姐一个，是整个傅家，你灭口都来不及。祖母，我的贴身首饰衣物都是墨香在收着。墨香呢？希儿用过早饭后就不见人影，我们赶紧找他过来对质盘问。那就不打扰各位了，小生已经提过亲了，就先行告退。你太令我失望了。祖母，廷玉一向谨记您的教诲，绝不可能干出这等不知廉耻、有辱门庭的事儿。我失望的是你御下不严。你快回房里去看看，你丢了多少这样的东西？快去！你去！好。范姑娘，我们小姐也送了你不少东西，我们也一起对一对。我们是绝对不会将九小姐的东西拿给左俊杰的。整个花营都知道你命好，定能逢凶化吉的。有只掐死雷金的簪子还在吗？是。那狐愁锦缎织金的衣裳呢？这都2年前的事了，我实在是记不清。徽墨，这东西上面有傅家的刻印，还在吗？你倒是说话呀！我们家姑娘从小跟九小姐一起长大，这么多年送的东西多了去了，你现在要讨回，让我上哪儿给你找齐？并非是要讨回，总要对一对丢了哪些呀？你，范姑娘，这些东西到底还在不在啊？别吵了。你送我的布料、首饰、玩物摆件，我是拿过一些去典当，因为傅家的场合实在是太多了，有些衣服首饰，穿过用过一次就不能再用了。左俊杰拿的东西，多半是从墨香那儿买通得来的。他明日若是拿出别的东西诬陷你，我来替你遮挡，就说是你送我的。我拿去典当，被他买来了。无论他拿出什么，一律都说是从我这儿流出的。谁？谁在那儿？是我。父亲已经睡下了，余公子有事的话，明日再来吧。我是来找你的。我想来问一句，你的心意。公子何意？我怎么不懂？你若不懂，便不会告诉我你的归名。懂与不懂又能怎样？九小姐是我的知交，
我不能破坏他的姻缘。墨香的丫鬟找着了没有啊？还没有，不过武太太正脚不沾地的查找，墨香是人证，只要活着，此事就还有转机。我正妈，我正妈，墨香，完了，我的庭云。昨儿的事儿，只是你弟弟的一面之词。我念在咱们亲戚的份儿上，我不计较你的贪污。这会儿我把你姐姐放出来，再给你些银两，送你去永宁府科考。你要是死咬着不放，那就报官。但是你别忘了，井里头还有一条人命呢。那就报官。我这几日在祠堂里是想明白了，我是那扔在地上烂成8瓣的破瓦片，就看您舍不舍得这金尊玉贵的白玉瓷瓶了。我这第4座牌坊您可以不稀罕，但门前那3座，您也不要了吗？牌坊就是傅家的根基，您老是想拉着傅家一起陪葬吗？愿太夫人开恩，将九小姐许配给我。你说我跟你有情，那你说清楚，你我是哪一日定的情？何时何地，我将那东西赠予你的？诗会那晚，我去府中看望佳姐，我与你在后院相见。你说你不喜欢于公子，你不想嫁给他，你养不的人是我。这是天大的笑话。祖母，那夜我独自去寻雅客，路过祠堂，因此被他知道了我只身一人，可以借此攀污。大堂嫂或许不认，祖母，范姑娘可以为我作证。请范姑娘。姑娘，快点儿！范姑娘，诗会结束那晚，你可见过九小姐？他是来询问我。你们俩素来要好，相互包庇不足为奇。那我问你，你们那一晚聊了些什么？那天晚上，我和庭云说，祖母，范姑娘自然万事顺着九妹妹说，问她细则又说不出，可见证词不实啊。好孩子，你们2个各用1张白纸，把那天晚上的闺中密语都写下来，写得一致了就是铁证。好。范姑娘，舅舅儿的前程全都在你身上了，你务必要写真写准。我今日来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我愿意为了你忤逆母亲，你是否愿意为我舍下与他人的情谊？我不配你为我这样。雅克，有你这句话，
我便当你是答应了。你放心，我与他的婚事绝不可能做成。范姑娘，九小姐不爱于公子，此刻你要拆散我跟他，傅家就会逼她嫁给于公子。范姑娘，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诗会结束的那晚，庭云是否寻过你？外层，外层，你胡说！范姑娘，事关小姐前程，你怎么能说谎呢？放肆！你说实话呀！你这个当婢的，怎么还替人操上心了？拖下去。太夫人，小姐没有。太夫人，小姐没有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。太夫人，庭云和左公子什么关系我不知道，但诗会那晚，庭云没和我在一起。为了你忤逆母亲，你是否愿意为我舍下与他人的情谊？看，这就是你的至交好友。祖母，想要把这件事情压下去，法子只有一个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他。卓哥，你若再打他一回，我就吊死在你家门口。婆母，难道您还不相信一个自己亲手带大的孩子吗？婆母。庭云不会办出这么蠢的事儿，奈何被拖入僵局。可若应了这门亲，傅家就被一群蛆虫缠住了。九姐病了，送她去碧云庵闭关休养。祖母，走吧。庭云，我先。祖母。守一座牌坊有什么意思？我要守4座，我在，牌坊就在。
我若倒了，你们傅家门前的牌坊就跟着我一块儿倒，那傅家老爷们的官途也就完了。不行，我还是得把真相说出来。姑娘要说什么？你就算不为自己想，也该想想于公子。于公子，是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没人规定九小姐必须样样好。她就算嫁给左俊杰，她也还是傅家的姑奶奶，她也还是有钱。倒是小姐你，也该苦尽甘来了。对，我不能辜负于公子对我的情谊，我全是为了他，我只有他了。九小姐，吃饭了。这都什么饭菜？闻着就想吐。前几天吃剩的。你们竟敢如此欺瞒小姐！回头我禀了太夫人，要你们好看。都干出这种丑事儿了，还挑三拣四的，以后是不是小姐还难说呢？难说也轮不到你说。吃还是不吃？不吃。不吃就给我饿着。现在这个事儿闹得沸沸扬扬，百姓嚷嚷着要推倒咱家的牌坊。九小姐的事儿，怕是得尽早拿个主意了。于夫人，这花儿是前些日子九姐移过来的吧？那会儿花开正好，现在全凋了。本是想带回永宁府，好生养着。可惜现在有了瑕疵，是我家水土不好，耽误了它。可瑕不掩瑜，如果夫人还喜欢的话，就把她带回永宁府，日后她必枝繁叶茂，花团锦簇，厚报。好歹老身精心培育了这么多年，夫人看上的毕竟是九姐这个人。这孩子能不能活，就看夫人你了。这件事还得容我再想想。
来问傅家的事。九小姐怕是不成了。儿子斗胆，提一位人选。范先生有一女，德才兼备，性情柔顺。既然在诗会上已经放出了要为儿子选一门亲事的消息，不如索性便定了她吧。娶小门小户的闺女，再有才情，也没有出身，只怕更遭旁人非议吧。母亲，若能与她成亲，我定专心备考，连中3元，以全了您的期待。好吧，你先回去。夫人，难道这事儿就遂了大爷的心愿？你以为他当真喜欢那范姑娘？他是想找一个盆栽，能够滋养他、服从他的人。行啊，我成全他。终有一天，大爷会理解您的良苦用心的。我不需要他明白。从今以后，我是慈母，他也选到他称心的媳妇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那九小姐呢？人各有命，这件事已经传得满城皆知了。咱们先避一避吧。婆母，我带儿媳妇给您报个喜讯，余家已经正式登门，向范坤之女提亲。不如借着这个喜气，把我弟弟和九妹妹的婚事一并操办了。我前几日在准备聘礼，发现聘礼单子上要备一件妆台。祖母您知道，我们家自然是没有的，但我记得您的库房里刚好有件现成的。往后啊，咱们更是亲上加亲。您老别私藏，过2日就让妈妈给送来吧。别蹬鼻子上脸。婆母还忙，那我们就先不打扰了。余家比我们傅家的官位高，就算输了，不丢人。可这姓左的破落户，我看得起他，把他买回来，守我们傅家的牌坊。他自认为自己知道了天下争斗的法门，拿捏住我的短处，就想骑在我头上作威作福。太夫人，可九小姐的事儿，全城都在传，若是不进左家，就只剩绝路了。如今，一边是牌坊，一边是九小姐的性命。您若是想好了，就安排下去吧。余家当真和雅克订婚了。我若落实了通奸的罪名，傅家门前那3座贞节牌坊全都要倒了。小姐，太夫人会放咱们出去的吧？事关傅家家业，祖母一定很难抉择。武太太会跟太夫人求情的吧？还有七少爷呢？几日过去了，都没有什么动静，只怕是母亲跟七哥已经被祖母管控起来了。如今只能找与这事无关的人，也许他可以救我。我想吃些腌菜，是用地上雪腌制，外面的盐铺应当是有卖。不过这地上
上学长啥样啊？这里头还有些碎银，照着买便是。哎，有2个婆子拿着这布包，指明要买地上雪。盐铺上的兄弟啊，认出这是九爷的东西，就赶紧送过来了。那2个婆子什么人？说是从碧云庵来的。我没记错的话，那碧云庵是傅家的家庙。傅家？太夫人，都已经准备好了。他去碧云庵做什么呀？把人劫出来换钱。对，把人劫出来换钱。九小姐死了，10年、20年后，傅家还会有新的小姐。九小姐不死，10年、20年后可就没有傅家了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九小姐，你是先喝药后穿衣服，还是先穿衣服后喝药？你自个儿盘算。什么意思？祖母说要这么做的，你们来干什么的？要想保住清誉，就得承认九小姐与左家定好了亲事，也就没有私通这回事儿。可若真嫁过去，那左家就会见你生事，永无宁日。你也别挣扎了，就当孝顺他老人家了。喝完了这碗，就送你上花轿。左俊杰也占不到您的便宜了，让他做个官夫，家里会给你祭扫的。放开，有我还是太夫人了解你啊，我们2个没伺候过你，不贴心。换个人来，你就愿意喝了。姑娘，傅家的九姑娘变故了。死了？怎么会死了呢？认尸文书，这就是你要的弟媳。九小姐好走！太夫人，前面有队迎亲队伍挡住去路了。向来都是红事避让白事，让他们让开。过往像一片落叶擦身，随行脚步却为你停顿，将浮沉炼成不悔的记忆，刻在年轮。多想留一颗，却不能。转身时旁难舍眼眶成泪痕，老如肝肠积损，却蓦然封存。失手的余温，偏要我们信以为真，一诺一生此去人闻。还有一瞬与你相认，无声却照亮我这半生，将沉默写成不言的情深，藏于方寸，从此再无人知。